闽南郎身份认同用寡播啊？请问胡业主，我应该去填供吗？如果是的话，是我3个身份。我的天哪！结果你们还用 iPhone， 你拜虎爷能够叫你不舔供吗？我告诉你啊，有一个纯台湾品牌叫金阿波罗，可好用的啊！在平常可能是个资讯传输的，但是呢，在危急的时候抵挡坏人，丢出去会爆炸。你可以改用金阿波罗啊！所以这不是寡非能解决的，要自己负责。跟阿囧混，反共反的越用力，舔共舔的越开心。这就像古代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为什么有些办公室恋情偏偏喜欢在公司的厕所打？因为他兴奋啊。所以反共反的越用力，他搞不好舔共舔的越开心，因为他追求一种变态感，让人家兴奋，停不住，甚至搞不好他私底下跟中共有什么来往我们都不知道。这次事情搞那么大，我老共到现在没有把他列入制裁名单呢。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一系列操作啊，把自己都操作到疯掉了。最近他的好友离世，他说他开心不起来，因为他的这些支持者就说事情可能不单纯，我怎么越来越毛骨悚然？台湾内外很多坏人呢，安慰八炯可能出现现实世面解离，他体内的灵魂有一部分是非常爱中国的，恨不得用中国货，拼命用中国货来对中共朝贡。另外一部分八炯，他现在很多事情已经把他的粉丝洗脑到对现实世界面已经有点解离了，甚至他已经开始在做一些新的梦，例如说呢，中国国民党的中层基层找我们曝光跳反，跟我们接洽，当然会小心中计。我痛骂的是高层舔共派，连国民党基层都有人要跟着他一起痛骂舔共派。国民党转型为台湾国民党的中基层一起站出来，如果你们希望台湾跟美国一样，在各政党上有内政很大分歧，外交基本一致，请跳出来打倒自己的高层。他忘记他自己的里人格正在舔共，所以他的精神状态，我已经怀疑他已经开始有癔症了。反共反的越用力，舔共舔的越开心。今天他在家里可能极致舔共，他出了门就超级反共，这是人的一个心态。他反共反的很用力，他要有一种兴奋感。这就像古代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人就是要兴奋啊！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炮友？因为炮友兴奋啊！为什么有些办公室恋情，好好的磨铁不去，就偏偏喜欢在公司的厕所打炮，还被人家抓到？因为他兴奋啊！美国很多所谓反同组织啊，他是深贵大佬所发起的，所以反共反的越用力，他搞不好舔共舔的越开心彻底，因为他追求一种变态感，那种变态感会让人家兴奋，会让他停不住，甚至搞不好他私底下跟中共有什么来往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他今天真的有问题的话，这次事情搞那么大，那为什么老共到现在没有把他列入制裁名单呢？不只是他，连闽南郎都出现怪怪的状况，他要证明他没有骗神明，他要证明他要来打倒共产党。今天在台中的义务堂胡业主庙，我从大陆回来，感觉自己得了很严重的抑郁情况。是他自己首次承认哦，理论上他们现在在打击共产党、舔共这些人，他们应该是狂喜才对，但他们不但没有狂喜，他们开始有癔症、抑郁的状况。你看闽南郎他脸色就非常不对，跟他以前在唱红荡离开加固拢没来的时候那一种嗨的样子不一样。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为何？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认同为何是去跋杯啦？有谁身份认同用跋杯呀？我的天哪！身份认同的问题不是应该用读书吗？不是应该用寻亲吗？怎么会是用跋杯呢？那我来跋杯一下。哎呀，请问祖先啊，天地神灵啊，我是不是美国人啊？醒杯哦，林北美国人，我是爸爸。请问啊，我是不是犹太人？哦，我是爷爷。哦。这样子吗？用宝贝觉得自己是哪里人身份认同吗？所以代表说他们的精神状态怪怪的，所以说他们现在就苦无证据。486也知道苦无证据，所以他只好说我觉得你是嘛，这头开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今天想请问胡业主，我应该还要继续去舔共吗？你要不要舔共？你自己就可以决定了，不是吗？八炯只要不买大疆就不舔共啊，八炯只要不买 Holy Land 就不舔共啊，只要断绝一切中国元素就不舔共啦。因为你们还用 iPhone 里面多少零件都是鸿海在中国制造组装的，你拜虎爷能够叫你不舔共吗？你只要不要就可以，代表他精神状态出了问题，他才会用拜拜的方式去处理这个状况。因为他说他现在压力很大嘛。我告诉你啊，有一个纯台湾品牌也是可以拿来通讯的，叫金阿波罗。这个品牌前阵子声名大噪，这金阿波罗可好用的啦，在平常的时候它可能是个资讯传输的机器，虽然难用了一点，但是呢，在危急的时候抵挡坏人，丢出去会爆炸，你知道吗？你可以改用金阿波罗啊，你干嘛 iPhone 呢？你去舔共干嘛？如果是的话，请胡业主是我3个身份。
所以他不肯供啊，因为虎爷给他一个第二杯。你不是要拔3次吗？怎么拔1次？那虎爷主是要支持台独吗？不舔共就是台独。你不是说你是中国人吗？那中国人怎么会支持台独呢？你这逻辑有问题啊，大哥！反共不等于台独啊，中共还策略性支持过台独嘞。那你要怎么说呢？所以这很多东西是很复杂的，不是宝贝能解决的，要自己负责。那万一虎爷给你指错路了呢？你要怎么对虎爷呢？跟以前6合彩的一样吗？去放火把神像给烧了吗？跟阿囧混？如果是的话，请示我们3个身边。原来他听了虎爷要反共呢。我还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应该要反攻大陆，光复中华民国？反攻大陆，光复中华民国靠拔杯，这个杯拔下去，中共就崩溃了吗？如果是的话，选杯，好呀呀有选杯啊！太好了，闽南啦，国军人才招募，签下去！反攻大陆去！反攻大陆和台湾独立是矛盾的，不能同时成立。小朗朗怎么会当面欺骗神明呢？反攻大陆跟台湾独立是矛盾，确实，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没错啦。他不能说完全矛盾，但确实存在了一定矛盾性。不过你知道，你要对闽南郎，要对八囧去解释反攻大陆跟台湾独立这一种矛盾性，它又不是绝对矛盾，但它带有一定的矛盾性。这个里面的逻辑是非曲直啊，以他们的理解思维能力，还有以他们现在的精神状态来说，他们能理解吗？他们有办法理解吗？他们可以理解吗？他们有能力理解吗？我恐怕他们是不能理解吧。这是不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简单来讲，如果台湾独立成功，你还要反攻大陆，那就是国战，要侵略中国啊。那如果台湾独立不成功，你就反攻大陆，那你都反攻大陆成功了，台湾还需要独立吗？那就不独立了啊。两岸同属一个政权，怎么会是台湾独立呢？那如果不反攻大陆，就宣布台湾独立，那也会打仗啊，变成中国来打台湾呢，怎么又是反攻大陆呢？但是有没有可能台湾独立同时反攻？有一种可能，台湾疯狂去打中国，打完之后让中国另立一个新的政权，然后呢宣布台湾独立，两岸从此互为两国，同时互不隶属，可不可以？可以。所以这叫做不完全矛盾性。但最后一种可能显然是最小嘛，台湾要出全岛的人，然后冲上大陆，2300万人要占领整个960万平方公里，人数够吗？够守吗？台湾最多挤出100万的部队可能就极限了，你100万部队在中国大陆根本就融化了。你看当年侵华日军派了多少人来，还需要大量的征调，包括台湾、朝鲜整个东南亚大量的军夫作为后勤单位，还要建立大量的伪军，冀东华北防区、满洲国、南京、汪精卫国民政府都还没有办法整个中国侵占下来。所以我说以他们的思维能理解吗？我可能讲到一半他就先睡着了吧，我亲讲就哎呀 CPU 干烧了，或先昏倒当场口吐白沫。